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佛历1月下11，万象多云，20到30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6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8基普，跌幅 0.08%。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8.4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43基普，跌幅 0.3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72.01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46 点，涨幅 0.11%。开盘 1269.65 点，最高 1279.12 点，最低 1258.62 点。成交量54万2600股，成交金额11亿1907万5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40基普，交易量36万34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40基普，交易额6亿6907万8000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49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36万基普，跌幅 0.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2月1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7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4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18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12月14日至15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此次访问适逢两国建交30周年，双方宣布将老韩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商定在经贸、教育、旅游、劳务及基础设施等领域深化合作，并重点加强打击跨境及网络犯罪。通伦西苏里主席感谢韩方在医疗、清除未爆弹及农村发展等方面的援助。李在明总统表示将支持老挝实现陆联国战略。会后，双方签署了涉及检察和劳务的3份合作协议。2. 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到访澜沧矿业。12月13日，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万西库木赴沙湾拿吉省威拉布里县，对澜沧矿业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此次访问旨在推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文化旅游工作。考察期间，万西库木慰问了驻矿区文物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并深入参观了电解铜厂及地下矿井。他还特别关注了塞班金铜矿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实地查看了文物局在矿区的田野考古作业情况。澜沧矿业相关负责人及当地县政府官员陪同考察。3. 海外侨胞向阿萨彭县医院捐赠医疗设备。近日，旅居法国和比利时的老挝侨胞及巴色之友协会向沙湾拿吉省阿萨彭县医院捐赠了一批价值 2.48 万欧元的医疗设备。该批物资由法国援助，包含21张病床及多种医疗器械。阿萨彭县县长及省人民议会领导出席了交接仪式。由于该县医院始建于1993年且设施有限，这批设备的投入使用将有效改善当地的诊疗环境，提升医疗服务标准化水平，助力实现老挝卫生部倡导的优质医疗服务目标。4. 2025年老挝金融博览会开幕。12月15日，2025年老挝金融博览会在万象开幕，主题为金融促进增长。总理宋塞西潘敦及多位内阁部长出席。博览会为期1周，吸引了83家单位参展，其核心目标是搭建金融知识共享平台，宣传宏观货币政策、金融科技应用及提升金融服务可及性。展会通过专家分享区域及国际金融趋势，
助力老挝金融系统升级。此外，现场还开展了义务献血等公益活动。此次盛会旨在通过金融赋能，推动老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提升民众生活水平。5. 骑行爱好者助力松纳武里及占棚县旅游发展。12月13日，万象市联合甘盟省、沙湾拿吉省的骑行者在松纳武里县和占棚县举行促销旅游骑行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推广当地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同时增强全民健身意识，并庆祝国家重大节日。骑行队伍穿越2县，领略乡村美景，并在途中开展公益捐赠。代表团向万双中学提供了教学及体育物资，并向万双村捐资用于改善村内道路基础设施。松纳武里县县长苏宾兰端出席欢迎仪式，对通过体育旅游带动区域发展的模式表示肯定。6. 苏库马县举行县传统陈列馆落成移交及启用仪式。12月15日，占巴塞省苏库马县举行县传统陈列馆落成移交仪式，占巴塞省副省长及县委领导出席。陈列馆由龙塔维建筑公司于2023年开工建设，造价7.5亿基普，展示面积126平方米。馆内展出了英雄勋章、历届领导肖像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农耕和生活器具。该陈列馆的启用旨在保护地方文化遗产，让后辈研究历史脉络，并结合民俗传统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业发展。7. 老挝公布艾滋病毒感染数据。近日，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局在世界艾滋病日活动上通报，老挝目前存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累计达21363人，其中14314人正接受治疗。2025年前3季度新增感染1617例，且53%为15至29岁的青年。老挝目前已建立196个检测点及覆盖全国省县的医疗网络。尽管诊疗覆盖率有所提升，但2024年老挝在联合国指定目标上的完成进度仍未达标。当局强调，面对青少年感染率高的现状，急需加强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各界参与，以期在2030年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的愿景。8. 布萨尔恩帕瑟荣获2025年度巴松手冲咖啡大赛冠军。近日，2025年度巴松手冲咖啡大赛在占巴塞省举行。来自万象的咖啡师布萨瓦奥帕瑟从32名参赛者中夺冠。该比赛是由巴松县政府与老挝咖啡协会等联合主办。大赛旨在提升本土咖啡师技能，强化咖农与市场的连接，推广波罗芬高品质咖啡。老挝咖啡协会表示，将持续通过此类赛事助力年轻人成长，提升咖啡附加值。冠军布萨瓦厄帕瑟分享称，精准控制温度、研磨等技术细节是成功的关键。他计划将比赛经验用于团队培训，助力提升老挝咖啡行业的国际标准。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